人突然发现老实本分的丈夫竟然跟女同事举止亲密地走进宾馆，可她却并没有立即冲上前拆穿，而是抱着侥幸心理尾随到门口。结果下一秒里面就传来不堪入耳的声音，再也无法压制内心怒火的她，直接抄起旁边的灭火器，准备破门而入。小心打到门里。小孩声音瞬间让保利冷静了下来，可始终无法接受这种背叛带来的羞辱感，于是当即冲出宾馆拨打报警电话。好运宾馆206楼房间，有人在卖淫嫖娼。然而愤怒的发泄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快感，反而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迷茫中。那么保利又能否拯救濒临破碎的婚姻呢？接下来就跟随冉哥的视角，一起走进万箭穿心的深度解析，从而去读懂隐藏在烟火里的人性真相，以及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生存困境。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保利彻夜未眠，常常打电话让他来厂里领人时，保利还故作大度的坦言不会计较。虽然表面上保利选择了原谅，但是心中的怨恨却始终没有消散。凭借掌握老马出轨的把柄，逮住机会就疯狂冷嘲热讽。我不急啊，不好急啊，先不好气，才别个做个理清。闺蜜担心再次吵起来，赶忙夹菜让她闭嘴，并在洗碗的间隙劝保利别得寸进尺。可凭我的长相，追我的人不少，你也晓得。我选他个相的人是他的福气，他凭么事不好好待我，还要我好好对他？你莫下款，说些狗屁话，都是因为你这样想，你才总也做不住他。一家人了，你还想的人想人，总挂到嘴高头，伤人子啊！男人都是这样的贱。闺蜜也没想到保利油盐不进，始终认为自己为了她下嫁到乡下，老马就应该跪在地上感激和服从。然而事情却逐渐超出了她的预料，没想到老马居然没有跟自己商量，就擅自把母亲接过来一起居住。婆媳关系本就相当紧张的他们，保利瞬间涌出一股无名火，回到家板着脸就开始质问老马缘由。在得知老家拆迁婆婆没地方去时，保利却再次说出扎心的话：你可找外面的婊子帮你烦老娘，我不管。房子是厂里分到我的，我要我老娘来住。有本事你告诉老娘，你厂办主任模样调调。老马被抓住出轨的小辫子，导致在任何争吵中都处于劣势。可明目张胆赶婆婆走也不太现实，保利只好在儿童房加了张床。看着母亲和儿子在沙发上泪眼婆娑的样子，老马再次为自己的窝囊感到羞耻。不仅没办法给儿子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，而且连给母亲争取个安身之所都难如登天，顿时让他怀疑重新回到这个家是否正确。迷茫之际，他想起那个单位的女同事，于是便相约在餐馆见面，想再续前缘。结果却被对方的话惊到目瞪口呆。马主任是个蛮好的人，但是不太蛮懂女人。老马怎么都不会想到，眼里闪光的爱慕是能假装出来的，他所认为的爱情不过是主任身份带来的利益而已。然而就在老马回到厂里上班时，却被厂长通知第一批裁员名单上有他。凭么是要我下岗？这还用问呐？在外边那些下岗的人多的是，但是被公安局抓的就你一个。赤裸裸的话彻底击碎了老马的尊严，从云端瞬间跌入谷底的落差让他难以接受。没有被人真正理解过的他开始渴望解脱，或许只有离开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留下遗书后直接跳桥结束了生命。当保利接到消息时，只看到了一封遗书。人生真是痛苦，有些事情无法面对。老娘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为你养老送终，还要求你帮我照顾小宝。小宝，对不起，以后收小题就要靠你自己照料。可遗书上却并没有提到保利一个字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朝夕相伴的夫妻居然沦落到了这般田地。葬礼上保利也始终面无表情，在他看来老马的离开是他的懦弱的表现，跟自己压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闺蜜还担心保利想不开好心宽慰，结果保利却说不会因为这种人落泪，但他却想不明白，好不容易盼到搬新家，为什么就接连不断的发生了这么多事。然而信风水的闺蜜却道破其中缘由，恨不得7条8条路都从你屋里楼底下砸过去，各个方向都有。风水上这叫么事你晓不得呀？万箭穿心。住在这样的房子兜里不好。可保利却不想家就这样散掉，只能咬牙坚强面对未来的困难，直接辞掉了帮人卖袜子的工作，选择去商场帮人挑扁担。虽然体力活累得她气喘吁吁，但是这样能够赚得更多补贴家里。闺蜜提出帮忙，却被她一口回绝。你又不能帮我一辈子，我觉得蛮好哎。
不大半天挣了50几块。没想到保利竟然真的撑起了一片天，挣到钱就交给婆婆，让她照顾好儿子。可不知道奶奶跟儿子说了她什么坏话，导致对她的辛苦付出视若不见，甚至故意把老马的遗照放在她床上。保利认为小宝只是年龄小不懂事，只要默默付出，对方总会理解自己。时间眨眼飞逝，过去10年时间，长期挑扁担让保利的身形更加瘦小。儿子小宝也即将参加高考，改变命运。可这些年小宝依旧对他不理不睬，小宝也从来不理解母亲的辛苦付出，长期以往导致保利不知道怎样沟通，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心里的关心，但却瞬间遭到了小宝本能的抵触。从小到大，你除了作业做完了吗？作业做完了吗？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呀？我是关心你噻。哎呦，你也是的，关心嘛要关心在点子上噻，说的没得弄花吧。学到现在呀，基本上都已经定性了。做家长的呀，只要不影响儿女的心情，这就可得了。尽管保利承担了家里的经济重担，但家里的人却认为这是理所应当。被边缘化的保利想让闺蜜出面劝劝，可小宝却询问起爸爸的死因。是因为厂里面让他下岗噻，他一时间没想得开。奶奶说，是因为妈妈对爸爸不好。你奶奶说的不对。紧接着就说出保利多年的苦心，希望小宝有出息了后好好孝敬母亲。本以为这样能让母子关系缓和，不料保利在路边吃饭时，突然遇到个刑满释放的地痞贱贱。即便进去多年，他仍旧对保利有好感。眼看保利现在单身，更是贼心不死，假借送他回家的名义，直接把面包车开进了没人的停车场。理智告诉他这样不对，但情感上却还是渴望这种温暖的陪伴。事后又满是羞耻和自责，于是就故意躲着渐渐不肯见他。高考在即，保利决定休息几天，在家里给小宝做饭照顾他，但他的良苦用心却没有得到理解。这几天你总在屋里晃来晃去的，没得影响了俺的心情啊，那不可多的。你呀，还是出去打工也好，去玩也好，等他高考完了再回来，行不行？以前的保利肯定会怒喷回击，但锋利的棱角早被现实给磨平，甚至还觉得婆婆说的话有道理。毫不犹豫地拿起扁担出门打工，无处可去的保利只好去投靠渐渐搭伙过日子。不料就在高考的前一天，奶奶突然身体不佳，病倒在地。小宝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地址。你真的在那里？奶奶病了，你还在这里玩？奶奶病了啊？我刚把奶奶送到医院去，莫以为我想去帮忙，要不是明天高考，奶奶我自己会照顾。保利本想赶紧穿衣服去看望，结果渐渐却听到对方在辱骂自己，于是立即就把手里的杯子砸去。没想到小宝竟直接冲上来扭打起来，保利只好拿起啤酒瓶朝渐渐砸去。打闹声瞬间惊动了楼下的小弟，直接冲上来把他们堵在了楼梯口。保利苦苦哀求下，渐渐才放他们离开。可就在他拿着钱想赔医药费时，莫想，你反正也没陪我睡的，我不吃亏。你莫打把我钱呐！本以为总算找到了心灵慰藉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只把自己当成3陪。但好在小宝的高考成绩优异，保利特意准备一桌子好酒好菜庆祝。可小宝却突然拿出了老马的遗照。我跟你换了一杯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妈妈，都是你害得我10年没得爸爸。现在我终于长大了，考上了大学，我不要你给我学费，我有奖学金，我还可以去打工。我再也不要你管，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，你搬出去，进奶奶住。保利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自己10年如一日的为这个家付出，到头来换到的却是儿子的冷漠。你跟你爸一样没良心，我不会走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莫逼我。不知所措的保利只好找到闺蜜倾诉，闺蜜却再次提出了那个房子的问题。可保利来到楼顶，看到那条路口后，依旧不相信万箭穿心的风水说法，紧接着就把小宝叫来谈话。马文昭，我生你养你，大半辈子都是为你活的，你有没得良心呐？不料小宝却直接拿出老马情人的照片，为了查清楚爸爸为什么轻生，他亲自去找过对方询问情况，结果却被告知个惊人的秘密。他打听过为什么当初警察会突然查房，原来是有个女人打电话举报。你说会不会是你老婆？从那天开始，小宝就认定爸爸就是被保利亲手害死的。当真相摆在面前时，保利的内心瞬间崩塌。从老马死的那天起，他就认为对方是在逃避现实，没想到自己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，导致成为了压垮老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么是爸爸在遗书里没给你留一个字？奶奶说是因为爸爸在屋头有了女人，对不起你。后来我终于晓得，
爸爸跳江全是因为你毁了他的人生，还装成原谅他、包容他的好人。爸爸晓得是你害了他，他心里极痛苦、极绝望，你晓不晓得？保利痛苦地跑下楼，来到那个江边。此刻他终于理解了老马的感受，本想跟老马一样跳江，一了百了。突然有个年轻人走来，请他帮忙拍照。看着眼前活力四射的年轻人，保利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儿子似乎从来没这么开心的笑过。当年那通电话不仅害死了老马，还剥夺了儿子童年该有的快乐。从小就要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生活，在码头坐了一晚上的他，认为或许保持距离才能让儿子幸福。想明白后，他总算从痛苦中解脱，于是回家后就把房产证交给了婆婆，叮嘱对方替自己照顾好儿子。我想穿了，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宝，他那小就没了爸爸，我又没得时间照顾他。刚才回来的路上，我就在想，我屋里的牙好像从没像别人牙那样崩啊、小啊、旺啊，好像心里压了个丝样的，像个牙。哎呀，要是我走以后，还能像别的牙那样高兴、那样玩，叫我做么事都可的呀。想明白的保利决定不再纠结对错，选择放下过去，用离开成全儿子。尽管前方一片灰暗，但保利内心却得到了久违的平静。渐渐听说他要搬走后，赶忙过来道歉，让他不要生气。事已至此，保利也只好跟着渐渐离开。虽然这部剧里只有无尽的伤害与无奈，但这正是万箭穿心的价值所在，用最真实的镜头撕开了人性的复杂。生活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与局限，每个人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拼命挣扎，却身不由己。保利的悲惨人生就是底层女性的认知困境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爱，不知道怎么尊重伴侣，只能用最笨拙尖锐的方式去守护自己的家，最终却亲手毁掉了所有她珍惜的东西。她不是坏人，只是一个不懂怎么好好活着的普通人。老马渴望大男子主义的尊严，却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，遇到问题只会逃避，却从来没有想过婚姻的本质是互相包容、互相沟通，而不是单方面的索取与逃避。小宝的冷漠自私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受到畸形的家庭关系影响所导致。当一个孩子从小被灌输仇恨，他早就失去了童年应有的天真烂漫。虽然不是所有伤害都能被原谅，但我们可以选择与自己和解，用正确的方式选择怎样去生活。愿我们都能学会看见彼此，学会尊重与包容，避开生活的万箭穿心，活出自己的万丈光芒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